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了解真相，为正义发声。我是美玲。今年的双11过后，中国电商圈突然间炸锅了，大量卖家贴出了照片。为什么自己的商品在寄出后莫名其妙的就坏掉、破掉、漏掉，而且呢还带着各种奇怪的污渍？原来是一种全新的诈骗手法正在疯狂的扩散。羊毛党用 AI 一键生成假破损照，逼迫商家仅退款。那么这种 AI 假图到底有多么逼真呢？商家真的会完全防不住吗？这是消费者对 AI 发出的指令，帮我把这箱蓝莓变成变质的样子。这是消费者对 AI 发出的指令，帮我生成图片，不破坏图片的结构，把桃子 P 成坏掉的样子。有商家反映说，消费者用 AI 软体把一箱完好的苹果修改为发霉的状态，而有一些图呢，一看就是 AI 生成的。客人还不承认，我让他换个角度拍视频，他也不愿意，一直强调要仅退款。这是其他水果的造假图片。随手用 AI 生成一张食品的发霉图，就能轻松骗过平台审核。接着点个仅退款，钱退了，货还能留着。有卖家晒后台，30天里23笔仅退款，17笔图片全是疑点，就这平台照样给买家过。更荒谬的是，那些频繁退货的恶意账号反而能拿到更多的优惠券和赔偿，这不是在变相鼓励吗？小商家就更惨了，好货也被退，干脆就卖次品降成本，把预计损失算进定价里，最后谁买单？还不是咱们老老实实的消费者。那现在呢，不光是食物水果类能被制造发霉的假图，就连衣服、杯子、玩具等其他的商品呢，也跟着遭殃了。一名服装店的电商客服人员披露说呢，有顾客说自己收到连衣裙领口有严重的脱线，但从他附上的图片来看呢，脱线地方的光线角度和这件衣服的光影明显是不符合的，而且呢，衣服边缘存在典型的 AI 生成痕迹。有消费者向一家陶瓷店的店主反映，所买的茶杯杯身裂纹，并且呢要以此申请仅退款。但通过 AI 检测工具分析，发现该消费者提供的图片被判定为92%概率为 AI 生成，而消费者呢也拒绝提供视频来做进一步的核实。这是消费者对 AI 发出的指令，把这张图中的鲜花变成凋落的样子。AI 则回复，我现在要帮你把图片中的鲜花变成凋落的样子，同时保持原比例。这是 AI 处理后看似破损的玩偶杯子图片。有一次商家也在留言区表示，那不得不说我遇见的这个了。双11刚过，不少商家反映有消费者利用 AI 伪造损坏图骗仅退款。就比如说，我买了一箱质量没什么问题的蓝莓，之后我就拍图，用 AI 把这个图片里的蓝莓做成变质的样子，之后申请仅退款，最终达到了蓝莓吃了钱没花的目的。有商家说呢，几乎是每一天都有人用 AI 图骗取退款，电商因此也成了 AI 普及化受害者的重灾区。有消费者网购的榴莲到货以后呢，让 AI 把榴莲的照片 P 成烂榴莲。AI 还进行了详细说明，即我将把图片中的榴莲处理成坏果的样子，保留整体的构图，着重表现出榴莲外壳的破损、霉变以及果肉的腐烂痕迹，在色彩上体现出坏果的暗沉、发黄和褐色等色泽。那么有人呢还略带炫耀地表示，天天免费吃榴莲。让人感到瞠目结舌的是，光是榴莲造假就已经不是个例了。今天在微信群里看到的消息，小伙伴们都在骂缺德，仔细一看，真的是太缺德了。大致情况就是在电商平台买了榴莲，到手后拍照，然后用 GPT-4o 把照片改成发霉的，再去申请退货，达到白嫖的目的，真是被震惊到了。人工智能如此被滥用，电商平台的小商家真的是苦不堪言。对于诸如此类的行为，也的确应该建立更完善的流程机制和技术机制来避免。目前，一种新型的造假索赔手法正在电商领域悄然蔓延。部分消费者利用 AI 伪造商品有瑕疵的图片，以骗取仅退款，商家对此苦不堪言。而且，网上已衍生出了包教包会的灰产，支付288元学费即可传授仅退款窍门，并宣称一个账号约可成功退款30次。
现在有部分消费者通过相关的教程学会了使用 AI 工具，只需要输入一段指令，如将水果劈出灰斑 ，AI 工具就能够快速生成一张有瑕疵的商品图片。那么如果指令比较细致的话呢，就导致 AI 生成的图片具有很高的模拟度。有博主表示，最近有网友在网上公然炫耀，把刚买的完好的枸杞丢给 AI，1秒钟呢 P 出了没斑的这种瑕疵图，上传给平台，竟然拿到了一个仅退款，而且还是成功了。博主表示，不要以为这是个例，有人拿完好的袜子加个破洞，还有人用 AI 生成榴莲腐烂的图片找商家索赔。最让商家崩溃是，就算你识别出来是假图，有些平台自动审核还会直接通过退款，商家不仅收不回商品，还要倒贴运费，这你上哪去说理去呢？这个视频显示卖家和买家是如何斗智斗勇的。卖主表示，你好，看看你发的鞋。卖主直接就说，还是用 AI 是吧？你以为我不懂 AI？ 你要是用 AI 合成的，我这边直接报警。买主威胁说，那我现在直接去报警吧。卖主爽快地说，你去吧，你不报警我帮你报。我这边移交法务起诉，我这边有出库视频，并且讽刺买主说，用 AI 退款退上瘾了是吧？网友纷纷支招说，录发货视频很重要，遇到丢就完事。很简单，让他拍视频，后面必须有一张人民币，而且得把编码露出。像这种发 AI 的，让他多角度发，实在不行呢，让他斜旁边放上人民币，因为 AI 生成不出来。那么也有一名商家和买主针对螃蟹展开了断案的经历。有老板发视频说，一个消费者买了8只螃蟹，买好后联系他，说螃蟹死了6只。商家表示自己对每个螃蟹都是精挑细选的，而且呢，现在温度还很低，所以对客户的说法表示怀疑，并且让对方给螃蟹拍一个照片。表面看来呢，螃蟹照片似乎是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个老板养了很多年的螃蟹，知道如果是死螃蟹的腿应该是趴着的，而照片上的螃蟹腿是翘起来的。但买家又发来一段视频，不但是 AI 感满满，还有比例被裁切的痕迹，明显是不对劲儿。商家让买家又发一段视频，显示对方手指着螃蟹的视频。爪子怎么还能这么张牙舞爪的往上呢？就为什么第一眼感觉像 AI 呢？这真的是太真实了。你看咱家的蟹扣也有，手指碰螃蟹的这些细节啊，太逼真了。因为视频呢十分的逼真，老板只好给退款了。但后来发现呢是不对劲儿，把买家提供的2个视频又仔细的看了一看，发现第一个视频里是2只公螃蟹，4只母螃蟹。请您注意啊，用红色圆圈标注的是公螃蟹。那么在第2个视频当中呢，则变成了3只公蟹，3只母蟹，和上面视频明显是不符合。因此呢，这个买主用 AI 造假欺骗卖家的做法是被揭穿了。有网友说呢，现在 AI 是越来越不像样了，起初只是娱乐玩玩，现在变成了骗人、诈骗什么的都有。一名电商表示自己对 AI 失去了希望，因为 AI 工具本来是应该辅助我们加快工作效率、降低成本，结果有很多人用 AI 做仅退款。他还亲自展示了 AI 是如何完成的这种造假图。首先，我们打开一个购物的 App， 搜索苹果，查看里面的买家秀。随便拿一个，截个图，完成保存下来。我打开这个轻虎 AI， 然后呢，把这张图填上去，做成腐烂的样子。我让他思考一下，看他做出来结果是怎么样的。OK， 把这个苹果马上做成了腐烂，然后呢，他们再申请仅退款。2025年的11月17号，一名上海的电商平台商家反映说呢，有消费者向其购买的毛绒玩具后申请仅退款。该商家核查发现，消费者以掉皮为由申请退款，但提供的图片呢，就有着明显是 AI 生成的痕迹。商家表示，自己发货时毛绒玩具完好无损，
但消费者上传的图片当中，商品却出现开裂和生锈等几乎是不可能发生在毛绒玩具上的异常的状况。因此呢，他拒绝给该消费者50元退款申请。但平台审核以后，支持消费者诉求，直接把50元款项退还。该商家不服判决，直接发起申诉，而平台客服却以商品存在破损、瑕疵等质量问题为由，驳回了申诉。网友们纷纷评价说呢 ，AI 应用场景落地，构成诈骗罪。平台审核很多时候是不作为。那么也有人指出呢，在平台眼里，商家是被他们管理的牲畜，买家是他们的财神。而这也是为什么假冒伪劣多的原因之一，即以毒攻毒，从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导致诚实守信的商家无法获取合理的利润。用 AI 伪造图片骗商家退款，是否构成违法的行为呢？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北京的张律师表示，消费者利用 AI 虚构商品有问题的事实，再申请退款，最终呢也达到了非法占有货款的目的。那么如果金额累计达到了立案标准，就可以定为诈骗罪；如果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也可以对其进行治安处罚，比如罚款和行政拘留等等。云南的程律师对此进行了更具体介绍。如果达到了3000元以上，就构成了刑事犯罪；3万元以上呢，就有可能判到3年到10年的有期徒刑啊。那如果没有达到3000元，首先从民事角度，他不应该得到这个赔偿，商家可以要求返还。另外从行政处罚的角度，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明确规定，那可以处以5到10日的拘留以及2000元的罚款。2025年的11月24号，公众号科技湖发文总结了消费者用 AI 造假图骗商家退款的3个要点。首先呢，他们专挑是100元以内的小额订单下手。这样的商家呢容易妥协。这第二呢，有人会通过 AI 生图工具一键生成破损、腐烂图片当作所谓的证据，真假难辨。这第三呢，抓住平台自动审核，只要提交图片就会秒退的这个漏洞来薅羊毛。就算商家会进行申诉，也会因为证据不足，从而是难以翻盘。那么也有身为电商的朋友披露呢，1年前我就遇到过了。我把水果发往上海，说走空运，他嫌运费贵，要走陆运。我在水果里加了冰袋保鲜，结果到货以后呢，他说果子坏了。这可是橙子呀，就是没有冰袋保鲜，橙子放个半个月也不会坏的，喊我赔钱。我让他走司法程序起诉我，他才说不要赔偿了。看来呢，在中共治下，缺乏完善的法律监管机制，真的是让这些电商平台的商家们有苦说不出。而这也反映出了中共当局并没有为民众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经商环境。在中共多年来向前看的肆意宣传之下，被破坏了的传统道德的一部分中国人，做出各种违背道德的事情，还为得到一点小利而沾沾自喜，在不知不觉中损耗着自己的福分。而中共当局的每一次不作为，也让受到影响和伤害的中国人更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共的真实的嘴脸。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点燃希望，为正义发声。感谢您关注看大陆节目，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